本次拍品陆大小姐的初夜，起拍价3000万。又见面了，我亲爱的妹妹。陆真河，她不是马上就要嫁给文家那个病秧子了吗？都说那个病秧子不能人事儿，给他岂不是浪费了？6000万，你这也太看不起咱们陆大小姐了，几个亿？他们也该来。真的？我要点电灯。沈少点天灯了。这不是刚向陆家养女陆云峥求婚的沈家太子爷沈千瑶吗？他怎么在这里拍卖自己小姨子的初夜？你懂什么？这小姨子多漂亮啊！要是我也忍不住啊！可沈千瑶旁边的陆离不是陆真河的哥哥吗？搞什么？谁不知道陆真河是假千金，那个养女才是真千金。妹妹长大了，自然就是妻子了。是啊，所有人都爱他。我的未婚夫，我那些所谓的血缘亲人，他们为了照顾这个人贩子女儿的心情，不惜给我扣上养女的身份，甚至推我下地狱。云峥，你愿意嫁给我？上一世我被陆家人带回，我愿意。是沈千瑶一直开导我，陪伴我，也是他主动向我求婚，并承诺会让我幸福。可转眼，沈千瑶先陆离一步，点天灯拍下陆真河的初夜，两人共度春宵，我成了全京都的笑话。第二天，陆真河突然消失，所有人都认定是我逼走了他。沈天瑶在干什么？走吧，咱们换个地方。沈千瑶养了一堆陆真河的提示，我与他相逢意我滚出陆家！陆离找人将我赶出陆家之后，陆真河蓄意设计绑架，让他们做出选择。你们只能选一个。陆真河，我的哥哥变现所有家产，丈夫舍身相救，都只为了他陆真河。云峥，这一世我们了不起，下一世希望你能放过这件事。今世如他们所愿，我和他们再无瓜葛。为了不重蹈上一世的悲剧，我必须赶紧和沈千瑶与陆家做出切割。之前你们提议的事情我考虑好了，我可以和陆真河换婚，嫁到文家。你怎么在这儿？真真今天做出这种事儿，是不是你安排的？我倒是想安排，陆真河也得听我的呀。就算不是你安排的，也一定是被你逼的。快说，你让沈千瑶把真真带哪去了？不知道。是不知道还是包庇他？陆云峥，她可是你妹妹，怎么可以把她往火坑里推？火坑？说不定他们正在颠鸾倒凤，或者天地为衡。陆云峥，上一世我被陆真河的短信引诱过来，将两人当场捉奸。你们怎么可以这么对我？云峥，还说跟你没关系，跟我走。今天真真要是出任何事儿，绝不像上次一样心慈手软。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难道……这怎么可能？大哥，姐姐，你们听我解释，我和阿瑶之间什么都没有。有什么好解释的？长了眼睛的都能看得出来，我们之间清清白白。所以，如果你想通过这件事情逼走真真，又或者让她出什么岔子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果然，他们都重生了，正好前世今生所有的账
这辈子咱们一起算。逼走谁？我的未婚夫拍下了我妹妹的初夜，我的亲哥哥，他见我第一面就是指责和质问。我看要被逼走的那个人是我爸。你当初恶意污蔑真真和沈千瑶，这个我们饶你吧。陆真和做出这种事情，我连气话都不能说了是吧？那我之后要做的事情，你们怎么受得了？还想怎么样？陆云长，我刚才已经警告过你了，你最好就此打住。好啊，那就退婚啊！不可能！今天的事情已经闹大了，要是转移我们就退婚，那真真的名声怎么办？你要让她以后怎么活？你让我怎么活？够了！你和真真怎么能比呢？就是啊，云真，婚礼只有3天，不要赌气。反正我不会同意的。姐姐，阿瑶这么喜欢你，你一定很开心吧？我知道，你现在看见我就生气，不劳你费心，我自己会消失。真是有够恶心的。既然你们不想我好过，那就谁都别想好过。这辈子鱼不一定死，但我你就是真真的未婚夫吧？你好，我是你未来的未婚妻。京都人人皆知，文家独子文昭是个不能人世的病秧子，因此哪怕文昭品行相貌、家世财力样样出挑，陆真和依旧十分抗拒这门婚事，甚至不惜逃婚，消失了10年。还记得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，还是在上辈子。陆真和消失之后，文家前来询问情况。彼时沈千瑶因为陆真和的出走记恨于我，我们的婚姻即将分崩离析。不要再这么闹，我们马上离婚。好啊，那就如你所愿，离婚了。行，我现在就去拿证件，我们马上离婚去。当然，最后的离婚也是因为沈千瑶失约没有实现。而就在我去质问沈千瑶的路上，被陆真和派来的人绑走，死于非命。这辈子，与其和沈千瑶继续纠缠，不如嫁到文家，就算是活活也好过枉死。云峥这孩子看起来倒是知书达理，要是像你那个妹妹一样不要脸，可真就糟糕了。文太太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自己看看不就知道了。这不可能，一定是那些狗仔队故意造的谣。不是狗仔，是我亲手拍的。云峥，这可事关你妹妹的名声，你可别胡说。哦，她的名声是名声，我的名声就可以随意糟蹋了吗？行了，你们家里的事情私下再去理论。现在我要一个解决方法。文太太，这里面都是误会。真真她一向任性，等她回来了，我一定好好教育教育她。所以就是没有办法喽。我倒是有一个办法，既可以堵住外界的嘴，也可以维持3家合作。什么办法？换婚。云峥，你真的愿意替你妹妹嫁到文家？想当初为了和沈千瑶结婚，这丫头可是第一次误记了我的话，甚至用自杀威胁。她怎么可能会放弃和沈千瑶结婚的机会？当然不是。哎呀，妈，你怎么能说是替呢？我一直都想和文昭在一起的。好孩子，以后啊，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谁要是再敢欺负你，就告诉你。那还是定在3天之后吧。
我想赶紧嫁进文家，和文昭在一起。好。上一世也是，明明是第一次见到文昭，他却给了我一种很安心、很熟悉的感觉。说吧，今天你做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？爸，你们怎么还反过来问我了？妹妹犯了这么大的事儿，我可不相信能瞒得住你们。你们这样不就是逼着我做选择？上辈子，直到我被陆贞和绑走，我才知道陆正南和王旭一直在默认他的荒唐行为。他们自以为我会一气之下和沈清瑶决裂，没想到我上辈子誓死要和沈清瑶纠缠。他们将陆贞和藏起，边旁观我被沈清瑶和陆离报复。这就是我的亲生父母，我的家人。本来和文家定娃娃亲的是你，真真也是后来。好了，我们还是来聊一聊补偿的事情吧。什么补偿？爸，您就别跟我装糊涂了。我知道你将15%的股份都给了陆贞和，嫁妆我可以不要，但股份1分都不是。你们不愿意的话也可以，我有的是办法让陆贞和嫁进文家。好。你确定不会后悔？后悔的只会是你们。1天不见，陆云泽这丫头怎么变化这么大？以后这就是你的家了。我又有一个妹妹了。以后你要是不开心就来找我，我陪你。都是垃圾！云正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又闹脾气了。我和真真是青梅竹马，我总不可能眼睁睁看她误入歧途吧？你作为真真的姐姐，你为什么总要为难她呢？好好好，那现在你们滚！云正，你就带这么少的东西嫁过去啊？确实有点少，但比起前世被赶出家门的时候好多了。没事，嬷嬷，沈家不会少了云正的零钱，还多留些给你真正去云家了。妈，这嫁衣明明是我的，凭什么给姐姐啊？真真，这件事也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是你姐姐她……妈，我知道你担心姐姐这么多年在外面吃了很多的苦，但是我也是你的女儿啊！而且姐姐已经有阿瑶哥哥给她准备的价值1000万的婚纱了，凭什么还要抢我的？我就算抢你一件婚纱又怎么了？你抢我的东西还少吗？真正，你如果喜欢这种嫁衣，你大可以跟我说，我可以给你买更好的。你不能和真真抢。和他说，但凡陆贞和喜欢，我照样还是陆贞和的。你的好意还是留给陆贞和吧，但是这个嫁衣必须要。你什么意思？其实云真她早已经答应。云正，陆云正，你不要太过分！你在干什么？先问问他要干什么。陆云正，我劝你立刻马上把股份还给真真，否则我没你这个妹妹。股份？姐姐，爸爸把我的股份都转给你了。陆正南那个老狐狸，他将这件事情先告诉陆离，无非是逼着我和他们彻底决裂。届时
便再也没有后悔的余地了。你的明明是我的，不就是昨日吗？好啊，那就断得更彻底。陆氏的股份也，陆小姐的身份也，甚至陆真和这个名字，就该是我的，而你不过是人贩子，你们都是帮凶。哥，你没事吧？云峥，有本事你就冲着我来！你以为放过你吗？陆云峥，你疯了吗？不要把这个家搅得支离破碎才满意吗？刚刚我被陆离打的时候，他可没有这么义愤填膺。家，我早就没有家了。这些年我受的委屈，这只是利息。你就是个白眼狼！真是反了天了，非得好好教育教育你。你的家事我本来不该插手，但陆云峥好歹是我未婚妻，我有义务保护她。至于真真，真真，以后再和你算账。以后没有以后。我知道你心里对拍卖的事情还有着气，但如今你闹也闹了，打也打了，现在你总该把股份还给真真了。我就说你会这么好心，沈千瑶，你凭什么认为你帮了我，我就要把股份拱手相让？你要股份的话，我可以把沈氏的股份给你啊，你为什么偏偏要和真真抢呢？说了，本来就该是我。陆云峥，你为什么开始变得无理取闹？被别人碰过的嫁衣就是会有气。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？反正我不要别人穿过的嫁衣。你开心就好，别生气。一件嫁衣而已，到时候给你安排更好。现在哪一个吧？嫁衣我会另外给你准备更好的。再好的也不是之前那种。铮铮，别哭了。小时候，陆真和我抢玩偶，最后爸爸把玩偶摔坏了。我记得当初是邻居家小孩把我安慰好，那个男孩不会就是文昭吧？怎么可能这么巧？陆云峥，你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明明当初的你不是这样的。这个送给你。沈少爷，我错了，叫千瑶哥哥。千瑶哥哥。继续，后面的话呢？我也会永远喜欢你。什么时候起，那个软萌可爱的陆云峥变成了现在面目可憎的陆云峥了吗？好像是那个娃娃坏掉之后，或者是更早以前。要是上辈子我没有听那些狐朋狗友的话，故意带女人回去刺激她，让她吃醋，她是不是就不会？你要再这么闹，我们马上离婚。好啊，那就如你所愿，离婚啊！虽然说躲得过去，但要是早知道他早被绑匪盯上，
我绝对会寸步不离地跟着他。不过还好，这一次还有机会。婚礼给我改成中式，对，嫁衣给我换，挑最贵的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您稍后再拨。又闹脾气了。行，这一次我倒要看看你能撑多久。还有3天，等嫁到文家，就能彻底解脱。陆云峥最近在干什么啊？手机号和好友不是拉黑就是删除。这2天他一直把自己关房间里，就连送餐的保姆也见不着，估计是还没消气吧。陆云峥，我给你一次机会嫁我回来，你这点手段我见多了，你有本事一辈子都别把我嫁回来。你嫁就不嫁嘛，反正还有1天就要结婚了，我就不信到了那天他还跟我赌气不成。这辈子我不仅避开了那杯不知道被谁下药的酒，没和陆振和发生关系，还大费周章地按照他的喜好操办了婚礼。他到底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沈总，这是您让我准备了2件嫁衣，照您的吩咐，都是最好的师傅用最好的材料去做的。这个镶宝石绣龙凤铜墙的嫁衣是我给云峥的，这个穿着珍珠的是我答应云峥的，你到时候统一带回去。没事的，只要结了婚，以后慢慢来。哇，好漂亮啊！这件珍珠的是他专门给你做的，现在开心了吗？可是我更喜欢那个，我要穿那个。可是没事，到时候我跟倩瑶说一声就行。云峥的嫁衣我一会儿送上去，你先去忙吧。也对，反正沈倩瑶不会拒绝真真的要求，只要真真开心就好。行了，反正你姐都已经答应你父亲了，现在你就等着嫁人吧。这一天终于到了。云峥，这辈子我们一定会更好。云峥，这辈子你一定会更好。好像看见云峥穿着真真的嫁衣，一定是我眼花了。云峥那么爱我，怎么可能会嫁给那个病秧子呢？以后你们就是一家人了，夫妻之间要和睦，相互照顾。你如今要出嫁，哥哥再舍不得也得舍得。我相信你一定会幸福的，不管以后发生什么，你永远都是我妹妹。至于云峥，我希望你能懂事，不要再任性。真真这是怎么了？行了，以后又不是不见面了，时间也差不多了，你们赶快走吧。为什么我的心里这么不安呢？好像被人生生挖走了一块一样，空落落的。沈千瑶，这辈子终于如你所愿。
老婆，这辈子我一定会让你幸福，一定会。怎么会是你？错了，一定是弄错。哎呀，哥哥，怎么会错呢？你娶的本来就是我啊！你娶的应该是云峥啊！你现在跟我去文家说清楚，现在过去换人还来得及。你现在去也来不及了。慕云峥早就在我父母面前答应了，要代替我嫁给文章，娶的就是我。不可能！云峥他这么爱我，他怎么可能会答应和你换婚，娶下来的那个病样子？这谁知道呢？或许姐姐根本就没有那么爱你，这一切都是她装的。不说。哎呦，哥哥，你弄疼我了。哎呀，哥哥，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，我也是才知道姐姐竟然这么势利，为了文家的家产抛弃了你。更何况我们本来就是青梅竹马，要不是姐姐勾引你，嫁给你的本来就应该是我。不行，我现在要去文家和云峥说清楚。Welcome to the new world, never seen before, where the sound of thunder moves through your bones. Welcome to the new world. 哎呀，哥哥，别怪我，我这么做都是因为我太爱你了。这为什么？这是我在陆家的股份，我想和你做一笔交易。以文家百年的底蕴，想必这点股份根本入不了他的眼，但这却是我唯一的筹码。我知道陆家的东西你肯定看不上，但是如果能以小博大，收购整个陆家的话，对文家也会有所帮助的。抱歉，我不想合作。云峥，今晚不聊这个好吗？你看，外面月色多美啊！像个大饼。这怎么办啊？如果没有文家的助力，我该怎么报复陆家呢？云峥，你还是这么有趣。这一刻真大。不知道老天爷又受了什么委屈，哭得这么厉害。老天爷是不存在的，怎么可能会哭？不仅会哭，还会发脾气呢。乖毛毛，吓不着，你看脾气可大了呢。你可真有意思。陆云峥，下雨了，还不赶紧回家？陆云峥，我们之前是不是见过啊？云峥，你终于想起来了。到底是谁在造谣文章不能人事？妈，早安。走。怎么不多睡会儿？没事儿，一会儿吃完再去睡也是一样的。看看有没有你喜欢吃的，要是没有啊，我就让厨房给你现做。哦，不用了妈，这些就已经够多了。那就多吃点儿，好好补补。哎呀，你这都是肉也太腻了。来，尝尝这个汤，
我专门给你熬的。这个手艺啊，连文昭都没有尝过呢。谢谢妈。原来被人关怀是这种感觉，不过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？一会儿吃完饭先好好休息休息，下午呢我就带你去文室熟悉熟悉家里的业务。我去文室？对啊，你大学时期不就是学的金融管理吗？再说了，文昭身体也不好，我这年纪也大了，以后文室啊还是要交到你的手里。以后不管你想做什么，我都支持你。这就是你说的不合作？人生还真是奇妙，我拼命讨好的亲人，甚至比不上眼前这几个只见过几面的陌生人。所谓的关怀、信任与爱护，原来也并不需要卑躬屈膝的去祈求。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你这孩子啊，压力别太大了，有事儿啊，咱们一起解决。太太、少爷、少夫人，有一个男的一直在外面闹着，要进来找人。陆云章，你出来！云章，你出来，跟我回家！云章，云章，快，咱们现在就回去啊！这里是我家，况且你一个有妇之夫，要带我这个有妇之妇去哪里？云章，你别说气话了好不好？你现在跟我回陆家把话说清楚，把错误修正。你要嫁的人应该是我呀！在拍卖会那天就已经说得很清楚，我们已经退婚了。况且我和文章已经圆房了，现在说什么都来不及了。你在乎？我知定你是被文家所强迫的，只要你现在跟我走，你就还是我的妻子。可是我在乎，你已经脏了。你到底还要我怎么样？我都为你让步了这么多，你到底还要我怎么样？让步？为了我？所以你拍下陆真河的初意，为了陆真河让我一次次的退让，无论发生什么都坚定站在他那边，甚至不惜让我难过，让我受伤，甚至让我去死，都是为了我，是吗？你是不是？是，我也重生。我嫁给你之后是什么下场，你不会忘。来吧，神祖陆祖，记住了，你们只能选一个。哥，哎呀，哥哥，我还是救姐姐吧。等我回去之后要嫁给那个病秧子，我还不如死了算了。你说什么胡话？我一定会救你的。不是一会儿救我。陆云章，你怎么可以这么不要脸？自己这么污蔑陆正河。千瑶，就一次，你就选择我一次好吗？我求你了。行了，别废话，最后3秒选一个。3、2、不再奢求在你身边，陪你去度过每一个瞬间。我不再去渴望你的关心，因为那更加心碎。云章，云章。我当时有办法救你们的，只是我不知道你会突然。我的错，所以是我的错，是我冲动了，是我不信任你们，是我害死了我自己，是我罪有应得。满意了。沈先生，请你离开这儿。离我离他远点！文章，文章，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？沈千瑶，你闹够了没有？要是文昭出事了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
我明明也受伤了，而且我根本就没有用力，明明就是他自己。你闹够了没有？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更何况，你和文章有什么好比的？所以，如果你想通过这件事情逼走真真，又或者真真有什么差池，我一定不会放过。今天的事情已经闹大了，要是转眼我们就退回，那真真的名声怎么办？你要让他以后怎么活呢？那你让我怎么活？够了！你和真真怎么能比呢？雨峥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不该忽视你，我不该凶你，我真的不知道你会这么难受。之前真真失踪又被绑架，我真的以为她出事了，所以才……我告诉过你了，一切都是他的自导自演，他只不过是被陆家藏起来。但是我说了，你也不会相信。云峥，云峥，你别走！只要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做什么都愿意？对，只要你原谅我，什么都可以。云峥，我有些难受。那怎么办？云峥，云峥，云峥，你别走！云峥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阿瑶哥哥，姐姐也太过分了吧！你对她这么好，她怎么能找人打你啊？我对她好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我一定对你很好。这是告白吗？我就知道阿瑶哥哥一定会认清自己真正爱着的人是我。我当然知道阿瑶哥哥对我好啦，所以我也会好好对阿瑶哥哥的，不会像姐姐那样背叛你。可你骗了我，欢婚的事你一早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可你依旧联合你父母隐瞒着我，在新婚之夜给我下药。阿瑶哥哥，你弄疼我了。要是真的对我好，就和我离婚去。我一定要重新把云峥给我抢回来。没想到都已经到这个地步，陆云峥还能碍我的眼。陆云峥，你给我等着。感觉怎么样？好点了吗？要不还是叫家庭医生来吧。哎，我没事了，你别走。你是不是还喜欢沈千瑶啊？你会和我离婚吗？我不想骗你，但是绝对不会和你离婚的，起码在我活着的时候。等我死了，呸！听人说话也不听完，胡说八道些什么呢？我说的是，但是我绝对不喜欢他了。太好了，我一定会让你幸福的。既然要幸福，那些恶心的东西就赶紧解决。以后云峥就是文氏的副总，大家欢迎。魏氏传说中，为了权势抛弃旧爱的女人，还逼着自己妹妹换婚，这才结婚多久啊？就哄着董事长婆婆给自己弄了副总。今后就有劳大家多多指教了。我已经将陆氏的全部股份转到了文氏名下，我进入文氏的首要目标就是收购陆氏。陆家不是他的娘家吗？他一个陆家的养女，就不怕连陆家在文氏没有立足之地？得了吧，我看他就是装作讨好董事长、收买人心而已。不信，咱们走着瞧。这些是陆氏这几年的合作商，报价还有货源，劳烦你整理一下，跟商务部按照我的价格对接。证据你们已经核对过了吗？对，我要举报陆氏。这2份文件，一个交给金融部，一个交给宣发部。哦，对了，你们也做好准备，这几天陆氏肯定会大量抛售股票，全部给我收起来。
感觉不对呀，副总好像对收购陆氏的事情很认真啊。现在认真有什么用？最后真的收购了才是本事儿。陆氏被彻查，陆氏法人兼董事长陆正南、总裁陆离现已被带走调查。好戏终于要开场了。没事的，当时只是云峥太生气了，只要我好好向他道歉，拿出诚意来，就一定能。我就知道，云峥他还是爱我。云峥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说好在家好好养伤，不用来接我的吗？跟你多待一会儿，比那些治疗更有效。他不相干的人不用管了，我累了，我们走吧。好。不想看。云增是个贱人，这个白眼狼，我陆家待他不薄，居然敢背刺我！如今陆氏内部动荡，外边文氏又大量收购陆氏股票，股东纷纷抛售股份，现在就只剩下真真、父亲，还有我手上的股份。姐姐也太过分了吧！什么话不能好好说，非要这样对我们。之前阿瑶哥哥去找他，还被他打了，现在天天吵着要和我离婚呢。什么？妈，好不容易才嫁给阿瑶哥哥，你们一定要帮我好好劝劝他才行。现在光劝沈千瑶有什么用？得好好找云珍聊聊才是。今天是你们回门的日子，等会儿他来了，我好好问问他。只怕这陆家，他再也不会回来了。你们要想化解这危机呢，就把这份合同签了吧。这是要收购陆氏？就现在这个情况来看的话，文氏还是沈氏，你们挑一个吧。被沈氏收购，我还能把控陆氏，寻找机会。我签。云峥，你一定会回心转意的。找我有什么事吗？这不是文氏集团新上任的陆副总吗？这新官上任3把火，你这第1把就烧到陆家了。那是陆真和的家，我一个养女连户口本都没上，怎么能算是我家？这么多年，云珍都没有上户口吗？为什么？还不是因为你那个好妹妹。陆家只能有一个千金，哪怕是一个假千金。所以，这就是你报复陆家的原因？当然不是，你们对不起我的，还远远不止这些。这只是个开始。这么多年的情谊，你一点都不在乎吗？或许之前我是在乎的吧，毕竟我是把你当做真的家人。但是现在，我的新的家人。陆云峥，这么大你都没有在乎过我这个哥哥，你现在又到底是为什么？别跟他废话，都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以后你在外面别提起我陆家的人。时候不早了，我给你订了你最爱吃的餐厅。不用了，我老公还在家里等我吃饭呢。云峥，咱们就不能好好聊一聊吗？我知道你一直很想报复陆氏，如今我已经收购了陆氏，只要你愿意，我随时可以把陆氏交给你处理。沈总这么大方呀，5个亿收购的，说送就送了。云峥，合同呢我已经准备好了，只要你跟文昭离婚嫁给我，我马上把陆氏交给你。那你那个可怜的真真怎么办？我会处理好她，让她以后绝对不会出现在你面前的。好，我离婚，
太好了。那你的真真能同意吗？糟了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沈千瑶，是你叫他来的，对不对？非得毁了我吗？云峥，我太了解你了。如果做事不做的决一点，你是不会下定决心离婚的。我是可以离婚，但陆真和绝对不会和你离婚。等你什么时候解决好他，再来找我。阿昭，刚才不是你看的那样，我和沈千瑶他……你说过不会离开我，我相信你，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相信你不会离开我。那你刚才……我只是看见他抱你，心里有点不舒服。老婆，你以后可不可以离他远点？我可能暂时还不行，但是你放心，等这件事情过去之后，你一定得离他远远的，好吗？沈氏是你自己撞上来的。我当初就说他不行吧，做了这么多，结果陆氏被沈氏收购了，如今沈陆两家联合在一起，真不知道他怎么还有脸来上班的。不过我们确实低价收购了很多陆氏的股份，陆氏如今被沈氏收购，股价也涨了，说来了我们文氏还赚了呢。他是把股份分给你了吗？你这么跟他说好话？要我说，这股份要不了多久，迟早会连本带利的吐回去。你们很闲吗？再乱说，都给我滚！这是妈特意给你做的汤，让我给你带过来。自从你进了公司啊，她可算是有时间顾着她那些菜谱了。这脸色看着也好了不少。等你彻底好起来，我就跟妈妈在家等你养老了。话说，现在陆氏有了沈氏的支持，想要东山再起不过是时间问题。你打算怎么做？这沈氏为了陆氏，又是花钱又是花资源的，多了不少窟窿。只要我能遏制住他们的资金进账，相信很快就能拖垮他们。不过这时间跨度可能会很大，有可能几个月，也有可能要几十年。放心，很快就会结束的。陆总，不好了！一个新兴的科技公司蓝星公布了招标消息，项目金额高达100亿，沈氏已经让人去对接了。什么？怎么样？那个新公司现在什么情况？已经调查过了。这个公司呢，原来是个小公司，最近在做一个 AI 问答系统，前不久还获得了一个专利，上面对这个项目很看重，拨下了一大笔资金，没有任何问题。按照你这样说，只要我能拿下这个项目，我就可以东山再起了。不止，这个专利后续的红利也非常可观，说不定能一举超越文氏这个龙头地位。只要文氏倒台，我就是云峥唯一的助力。只是这项目后期投入可不小，现如今我们资金流又比不过文氏，倘若这项目被文氏抢走，那可就……资金问题呢，你倒不用担心。我呢，已经找了几个靠谱的卖家，将沈氏的核心股做了抵押。不过呢，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要和陆真和离婚。沈千瑶，你和真真青梅竹马一起长大，她有多喜欢你，你应该是知道的。我一直把她当做妹妹看待，你知道，我爱的人只有云峥。好，但我要回整个陆氏。成交。父亲不是一直很宠真真的吗？可为什么？当然不是，你们对不起我的地方太多了。我以前一直护着真真，就是担心她把自己当外人，害怕她因为被我们忽视而伤心。可如果父亲对真真都这样，那云真得受多少苦？或许我从一开始就错了。帮我拿好干净的衣服。阿瑶哥哥，太好了，阿瑶哥哥，你终于回来了！我就知道你不会丢下我一个人的。
我回来拿套换洗的衣服，快去走。从咱们结婚之后，你就一直待在公司里，每次回家不超过10分钟。这是我们的家，我才是你的妻子。我的妻子只能是陆云正。陆云正已经嫁给文家了，你们之间已经没有可能了。不，只要跟你离了婚，他就一定能回心转意。离婚！每次回来就和我提离婚，我到底哪里不是陆云正啊？我们才是青梅竹马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实话告诉我，拍卖会之后，那个房间里的水是不是都被你下了药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什么下药？新婚的时候，不就是这样才得了逞吗？我不说，并不代表我什么都不知道。瑶哥哥，那些都是我爸妈逼我的，我是真的爱你啊！能不能看在我们从小的情分上原谅我？你说过要护着我一辈子吗？下一世，希望你能放过真真。云正，是啊，我是承诺过你的，但我都已经做到了。这辈子欠你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明明这一世的一切已经与上一世不一样了。明明我也如愿嫁给沈千瑶了，为什么还会变成这样啊？阿瑶哥哥，你别伤心了，这件事情也不能怪你。我相信姐姐在天有灵，看到你这样肯定会原谅你的。你说她真的会原谅我吗？当然，我欠姐姐一条命，我理应替她好好照顾你。阿瑶哥哥，我们结婚吧。你说什么？我说错什么了吗？我相信姐姐肯定也希望活着的人好好活着，我只是想让她瞑目。好了，你不要说了，我不会娶你的。我和文家订婚了，如今回来了，是该去办婚礼了。什么？可是真真，祝你幸福。不行，我好不容易走到今天这一步，我一定要努力坚持下去。如今只要除掉陆云正，阿瑶哥就一定不会和我离婚的。喂，帮我绑一个人。陆总，小白来。这次加班大家都辛苦了。这次蓝星项目的方案已经出来了，这个是标书，你帮我封印好寄过去。陆总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会加倍小心，安全的将标书寄过去。回去吧。喂，老公，加班呢，已经处理好了，你不用来接我了。好，那我马上下楼来找你。你来做什么？我已经很久没见到你了，我过来就是想看看你。文正，就算我们不是夫妻，但好歹我们是一块长大的呀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对我？我这么对你都算客气，赶紧滚，否则我叫保安了。你就不想知道我的投标金额吗？今天是我的生日，每年这时候都是你陪我一起度过的。你陪我吃个饭，我就告诉你，好吗？我绝不骗你。长这么大还没学会一个人吃饭。还有，我告诉你，串标是违法，小心我告你。
准备上。住手！你别放我！到底怎么样才肯放过我？你不要让我再死一次，你才开心吗？你放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，云峥。我只想过跟你在一起，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伤害你啊，云峥。别放我！云峥。云峥，别跑，我在这儿。我想回家。我这就带你回家。云峥，你就真的这么恨我？这群杀千刀的，居然还敢对你下手！你等着，妈一定帮你出这口气。妈，凶手没抓到，我们不占理的。那就这么算了？当然不会。不过我想云峥有自己的想法。算了，搞不懂你这小年轻的想法。自从你进了文家呀，文昭的身体都好起来了。你就是我们文家的福星，反正有事儿就跟妈说，妈支持你。谢谢妈，有你们真好。阿瑶，你这是？刚才你在哪儿？那个王匪是被你安排去绑架陆云峥的，说话！阿瑶哥哥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阿瑶啊，天真一直和我在一起，你怎么能这样污蔑自己的妻子呢？你们还袒护着他。这次是陆云峥没有出事，要是他有半点不好，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。沈千瑶，你以前可不是这么对我的，都怪你，陆云峥。真真，你到底有没有？妈，你怎么这么想我呢？都是姐姐勾引阿瑶，都是她陷害我的。不信我就算了。陆云峥，我一定要你死！云峥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的身体还……山总，你可别忘了咱们来的目的。要是这次没收了，你和云峥那就不可能了。你呀，还是多担心自己。你的问题比我严重。哼！放心，我绝对要。诸位既然已经到位，那我们就开始拆标书。一轮审核后，开始竞标。这是文氏的标书，确认无误后，开始审查。行了，该知道了。接下来该怎么做，我交给了吧。放心，我会修改标书类的数据。有那么麻烦，给他们写白纸，反正也废子。明白。陆云峥，这就是你陆亦了的下场。这标书，这标书有问题！兔崽子，要干什么？爸，之前就是我们对不起云峥，这次我们不能再对不起他了。谁对不起谁了？我陆家缺他吃，缺他喝了吗？我哪点对不起他了？我之前也是这么想的，但
伤口和亏欠往往是看不见的。这是我的宝，凭什么给陆振和？你是姐姐，怎么不让着妹妹呢？云章，听话，妈妈重新再100个小麻袄给你。我不要，我就要我原来这个。那珍珍，你要不？我不要，我也要这个。姐姐省不起了，各位这我凹怎么了？别假惺惺，就算你们拖延时间，也不会提高中标感。云峥，这次真的为你好，这个标书袋。你想说标书被人换了吗？爸，手段早就过时。文氏的方案我们非常满意，入选。我的脑子没你们想的那么笨。还有，串标可是犯法的，小心我告你。标书的备份在我办公室的密码箱内，有劳你再帮我弄一份寄过去。老东西，就知道不是。你的手段也不少啊。没你的高明，见笑了。继续吧。最后是沈氏的标书，沈氏的方案也非常好，入选。接下来是竞标环节，我会根据各位之前写下的金额进行判断。没事，别紧张。我宣布，这次中标的是陆氏。什么？没关系，一个项目而已，别气坏了身子。没错，陆副总裁，就听你老公的吧，别把身体气坏了。本来文氏呢，就有一个病秧子，如果再多一个，那文氏可就真垮了。要是没有实力哦，你说再有多少心眼儿，那也没用啊。哼，原来你也知道，别忘了，你交易的视频还在我手里。不想人尽皆知，就闭嘴。你。云峥，怎么你也想嘲讽我？当然不是，我只是想邀请你们参加明天的庆功宴，届时我会送你个惊喜。你的所有惊喜对我来说都是惊吓，没空。老婆，既然是人家诚心给你准备的惊喜，那咱们还是去看看吧。放心，我们一定到场祝贺，等你。气死我了！好了，事已至此，就别生气了。你说你也是，你非凑上去干嘛？人家摆明着让我们过去是恶心我们，要去你去，我可不去。他不是要给你惊喜吗？巧了，我也有惊喜要给你，到时候就是双倍的惊喜了，不好吗？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我不要离婚，妈，我不要跟阿瑶离婚，我不要。现在已经由不得你了，我和你妈就是把你给宠坏的，孰轻孰重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陆家是你的陆家，关我什么事？你口口声声的说宠我，可是也没有阻止我跟文家的定亲，现在又拿我的婚姻做筹码，凭什么要为你着想？反了天了！一个两个人都不听我的是吧？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！够了！海瑶哥哥，求你了，不要和我离婚，我这样肯定会身败名裂的。更何况我是真的爱你。这是不认识了？你那人贩子父母的朋友，你叫来绑架云琛的绑匪啊！真的吗？你怎么可以这样？现在有两个选择，要么和我离婚，要么我把你们一块儿送进去，自己选。我有的选，离婚可以，但我有一个条件。说。我要以沈夫人的身份，
参加那场晚宴。行，你可别忘了，我现在还是沈夫人。姐姐和姐夫来了，可是很久不见，有什么可见的？最好一辈子都别见。云峥，备份转让合同我一直保存着，你随时可以过来签字。好了，不是说有什么惊喜要给我们看吗？赶紧看完就散了。好，我现在就给你。诸位，这次请大家来呢，除了要庆祝沈氏顺利拿下蓝星科技的项目，最重要的是，我要在这里宣布，我已经和陆真河离婚了。云峥，我现在终于可以清清白白的追求你了。你发什么疯啊！我有老公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知道，我相信沈氏很快就要超越文氏，我可以成为比文昭更强有力的助力，我可以帮你。是吗？你不会真的以为你有那个资金去投蓝星科技的那个项目吧？我当然有办法，用不着你操心。什么办法？卖核心？你怎么知道？你猜你的那些核心股最后卖给了谁？你不可能，那些卖家明明就是你父亲的老顾客。好巧，他也是我父亲的老顾客，而且我许给他的利息比你的更高。还有蓝星科技，你以为每年是谁给他们那么多钱去让他们做研究的？不会也是？怎么样，惊喜吗？现在沈家、陆家破不破产，全在你一句话。那当然是让他们赔得底裤都不剩。不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，我可是你亲父亲呀，云子。我在你的户口本上吗，陆先生？我推荐你签上去。乖女儿，爸爸我就是。爸，够了，这是我们欠云真的，也是我明德的，对不起啊。老公，阿离，真真，爸晕倒了。妈，快送爸去医院。云江，我杀你！这辈子第一条心。我陆云峥一定会幸福。